那名新来的保安半信半疑的。不过周老头说的也对，谁敢冒充周阳的爷爷奶奶，被戳了可没有好下场。两位老人家，你们稍等，我还是需要打通电话确认一下。保安很快就打内线电话到前台那里去，跟前台说了一下这件事，前台便又转到周阳的秘书那里去，最后得到的答复是放两位老人家进公司，交代前台陪着两位老人家坐电梯上顶楼，先在贵宾室坐一坐，因为此刻周阳正在会议室开会。保安接到电话后立即起身走出保安室，打开了那扇小门，请着两位老人家进来。老人家，你们看到了中间那栋楼了吧？那是我们公司的办公大楼，周总的办公室在那栋楼的顶楼，你们走去就行。进了办公大楼会有人接待你们的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周老头连声道谢，然后牵着周老太的手，夫妻俩慢腾腾地往里走，边走边打量着周围的环境。陆氏集团的格局跟以前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翻修了一下。办公大楼前面的那个小花园，花草树木打理得很好。小花园中间的那个音乐喷泉，每天早上上班之前和傍晚下班之后都会喷一会儿。公司的职员稍作休息时，都喜欢在小花园里坐一坐，走一走，或者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聊聊天，缓解一下工作上的压力。周老太对老头子说道：咱们洋洋上班的地方真漂亮，比我们小区都要好。周老头说道：环境是很好，跟当年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当年海玲曾在这里上过一段时间的班，刚进来时，陆东明还要求他每天围着办公大楼前面的小花园跑上5圈，逼着他减肥。周老头好像来过1、2次，但没有进公司，就是在外面瞟了2眼，对这个小花园有印象。当初红林和海玲离婚，海玲要洋洋的抚养权时，我那个恨呀，洋洋是我们唯一的孙子，海玲却要带走我唯一的孙子，我是不同意的。奈何海玲有个好妹夫在背后给他撑腰，最后只能让他带走洋洋。现在想一想，还好他带走了洋洋，洋洋才能有今天。要是洋洋留在我们周家，跟着红林这个爸，想有个好前途还得靠自己拼搏，不像现在这样直接继承就行了。周老头默了默后说道：当初我们舍不得洋洋是真，最后愿意放手，主要还是红林和那个毒妇说了，他们还能再生孩子。洋洋一直是海玲姐妹俩带的，跟他们的感情好，我们做爷爷奶奶的确没有关心过唯一的亲孙子，我们一直帮红英带孩子，关爱都给了外孙，真把洋洋的抚养权要过来，红玲会管吗？他本就是个失职的父亲，闲时就逗逗孩子，真让他带娃，他带不好的。况且红林和那个毒妇要结婚，当爸的本就不尽职，再有一个后妈，后妈再生个娃的话，洋洋还有活路，最好的结果就是给我们两老带了。还好洋洋给了海玲带走，海玲将他教得很好，陆四少这个继父也当得很好，带洋洋比红林这个亲爸还要好，这是我们都没有话说的。他们以为儿子离婚再娶会很快就生娃，叶佳妮是怀孕了，但孩子没有保住，流了。叶佳妮还做出了联合涉黑的人绑架洋洋，害得海玲受了重伤，才保住洋洋。叶佳妮受到法律的惩罚，进去做了10几年，如今出来了，年纪已大，身体也差了很多，不可能再生育他们的宝贝儿子呀，这一辈子就只有洋洋这一颗独苗苗了。而他们老两口刚退休时精力好，跑去帮女儿带娃，3个外孙都是他们带大的，又得到了什么回报？女儿一家子到现在依旧习惯回娘家拿东西，啃娘家人。红林现在对他大姐意见多多的，在叶佳妮出狱后，他对红英那是恨之入骨的。周红英也怕他，就不敢回娘家拿东西了。
恶人呀，还是要恶人磨的。周老头夫妻俩有病有痛，3个外孙连电话都不会打一通，更不要说关心两老了，哪怕他们住院，外孙们也不会来看望一下。人家识的是他们的爷爷奶奶，亲家两老若有什么不舒服，他们带大的外孙就对亲家两老关心的不得了。两老是随着洋洋渐渐长大，他们渐渐精力不如前，再也帮不了女儿后，才看清楚，悔之晚矣。外孙呀，始终是别人的孙子。周洋哪怕不太喜欢爷爷奶奶，毕竟姓周，是他们的亲孙子，还是会孝顺他们。所以后来两老就只疼自己的亲孙子了，对3个外孙只有表面的疼了。周红英眼红眼热呢，说父母偏心弟弟的孩子，对他的孩子不好，可把两老气坏了。最小的外孙小宝今年都30好几了，也有了工作，逢年过节他没有给两老一点钱过年过节，就算了，周红英竟然还要父母给他的。3个孩子发多少多少的红包，只有亲孙子周洋年年都给两老一笔钱过年。老年人适合吃的各种营养品，炖着吃都是亲孙子花的钱。老人家前台看到两老脚步蹒跚，连忙上前去挽扶他们。老人家，我们带你上楼去，周总现在开会，你们先上楼去等一等。好，谢谢了。两老笑着道谢，很注意礼貌，怕做得不好会丢了孙子的脸。2名前台送2位老人家进了电梯，又陪着他们坐电梯上到顶楼，将他们交给了周洋的秘书，前台才离开。秘书又带着2位老人家进了贵宾室，请他们在沙发上坐下。秘书给他们各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又拿了些水果以及软和的点心，适合老人家吃。做完了这一切，秘书对两老说道：周总还在开会，2位老人家稍等片刻，我在外面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叫我。周老太连忙问洋洋开会要多长时间。秘书看了一下时间，说道还要半个小时左右。周老太哦了一声，还要半个小时呀，那我们坐一坐。秘书出去了，两老留在贵宾室。周老太端起了秘书给她倒的那杯温开水，喝了2口后放下杯子，对丈夫说道：洋洋的秘书怎么是男的？洋洋该不会是喜欢男人吧？你说到哪里去了？洋洋怎么可能喜欢男人？周老头骂了老伴几句。洋洋想用男秘书就用男秘书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他的继父，他的姨父不都是用的男秘书？难道他们也喜欢男人？周老太说道：也是哦，他们都是用的男秘书，男秘书可能好一点，咱们洋洋生得那么好，女秘书的话，万一像他爸当年一个鬼样，就麻烦大了。我对那些女秘书是没有什么好感的，只因他儿子当年就是被秘书勾走了魂儿，闹得妻离子散。小三转正的那个儿媳妇，在两老眼里早就被印上了毒妇，如今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两老看叶佳妮依旧是百看百厌，就是碍于儿子，加上他们年纪又大了，叶佳妮又是曾经操过刀想砍了他们的人，他们再怎么厌恶叶佳妮，表面上都不敢怎么样，只敢在背后骂毒妇不得好死。000，周老太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她摸出手机，又摸出老花眼镜戴上，看了一下，对丈夫说道：是红英的电话，咱们来见洋洋，红英该不会是知道了吧？你接电话，听听红英说什么，不要告诉她我们来找洋洋了，免得她又跑过来。洋洋现在有出息了。周红英是想尽办法修复姑侄关系的，每次见到洋洋都想让洋洋给她的儿女安排一份高薪的工作，特别是她的小儿子只比洋洋大1岁，跟洋洋一比是天与地的差距。小宝在一家小公司上班，普通职员，晋升无望，加薪无望的，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只有7、8千块钱，这个收入放在乡镇还是过得去的。
但放在管城市区来说，这点收入也就够生活，没有余钱可以余下来。小宝已经结婚生娃，第一胎是个女儿，夫妻俩都想儿女双全。现在他老婆怀着二胎呢，老婆没有工作，一家子就靠小宝那点工资过日子，房子都是租的，买不起房，时不时要周红英贴补。周红英经常骂儿媳妇只知道花钱不会赚钱，骂儿媳妇读了大学，读了那么多书都赚不到钱。儿媳妇说她怀着身孕，大着肚子，女儿也才3岁多，要照顾哪能上班，又叫她要生孙子，又想她大着肚子出去赚钱，哪有那么好的事。总之婆媳关系不好。周家小区的那些人都说周红英如今是报应，她年轻的时候没少回娘家挑唆父母和海玲闹矛盾，挑爱弟弟对海玲不好，制造了婆媳矛盾、夫妻矛盾。如今她当了婆婆，她和2个儿媳妇都矛盾重重。大儿媳妇一胎得男，娘家妈帮带娃；大儿媳妇早早重回职场，有收入。周红英对大儿媳妇还好一点，现在就是看小宝的老婆不顺眼，骂归骂，当妈的还是想办法，想让儿子家里的生活好起来的。侄子洋洋就是周红英最大的希望了。年轻时的周红英就不要脸，现在当了婆婆的她更不要脸了。只要知道洋洋在管城，她准会找洋洋要钱要物要各种好处。洋洋不想理她，他就赖在洋洋的公司门口不走，就算保安把他赶走，他都会在半路上等着拦截洋洋的车，搞得洋洋回了管城都不敢让姑姑知道，又不能将他揍一顿，怎么说都是自己的亲姑姑。洋洋还没有狠到打断姑姑的腿，唯有避着。洋洋这种大总裁、大忙人，一般人也不知道他的行踪。周红英想知道侄子的行踪，唯有通过父母弟弟，只要周家人嘴巴捂得紧，周红英就不会知道洋洋的近况。周老太接听了女儿的电话，妈，你和我爸去哪里了？怎么不在家里？周红英问道。我给你们买了1斤牛肉，现在牛肉可贵了，1斤都要40-50块钱，我平时都舍不得买来吃。周老太说道，我和你爸牙口不好了，不要给我们买牛肉，买点牛骨头炖汤，我们喝点汤就行。我和你爸出来散步了，没那么快回去，你既然买了肉过来，家里没有人的话，你就挂在屋门把上就行。有人你给他。那个他指的是叶佳妮。周红英说道，我弟跑车还没有回来，就那个毒妇在家，我不想给他，免得他吃了。妈，你和我爸牙口不好，那牛肉我拿回去了。你和我爸在哪里散步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回来？妈，洋洋回管城了吗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周红英已经从娘家出来，手上的确拎着一个小袋子，里面装着他买来孝敬父母的1斤牛肉。他果然问起洋洋的近况。周老太和老头交换一下眼神，老头连连摆手，示意他千万别泄露嘴。我哪知道洋洋什么时候回管城，他那么忙，我们也不好打扰他，他回来的时候自然就回来。周红英说道，妈，你晚点打个电话给洋洋吧，问他什么时候回管城，我帮他留意到一个女孩子，人家挺好的，也很年轻，刚大学毕业呢，漂亮的很，像一枝花似的。他回来了，就叫他和人家相看一下，都30出头了，还不结婚。他可是我们周家的独苗苗，他不结婚生娃，咱们周家的香火就断了。妈，你们也要催一催他的，不能由着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他没空恋爱，我们就给他安排相亲，他只要看对眼就去领证，婚礼事宜我们都可以帮忙操办。周红英早就想给洋洋介绍女友的了，只是他见到洋洋的机会很少，洋洋太忙，经常这里飞那里飞的，又负责着好几家公司，周红英只能跟父母通通气。
想通过父母来操纵侄儿的婚姻。要是洋洋看中了他介绍的女孩子，他这个大姑就成了媒婆，洋洋怎么着也要感谢他一番。以洋洋现在的身家，手指缝露一点点出来，都够他一家人吃香喝辣的了。洋洋的老婆也会感激他，以后他这个大姑就成了洋洋家里的座上宾，不会再像现在这样，想见侄儿一面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